今天就讲一个重磅，周恩来走下神坛的周恩来下。江湖是由溜子和空子组成的。溜子是什么呢？溜子你们很清楚啊，溜子是什么？加个二你就知道了。二溜子就是个贬义，但溜子不是贬义啊，溜子是江湖上的这些能吃得开的人的一个古代江湖的一个，这等于是个尊称啊，也不算褒，也不算贬，就是个溜子。溜子的原意啊，溜滑的溜子的原意呢，它是古代中国挖煤矿的这个矿井里边，你想这矿井里往下运人、运工具，往上拉矿料，现在都有那个矿下的那个电瓶推车啊，那个古代没有，它是用绳，用类似的那种小车做个轮子，底下用木头做的滑轨，那个就叫溜子啊，就是那小车溜滑无比，而且传送东西非常方便，非常省劲儿，这就叫溜子。溜子对应的啊，如果溜子组成江湖的主体的话，溜子为什么说是江湖的主体？因为溜子下边有什么？溜子下边有轨道。溜子开得快开得稳，是因为它底下有木头做的轨道，所以溜子是讲究规矩的。江湖的溜子就是讲究江湖的规矩，你不按照规矩来，你要翻车的，这就是溜子的来历。江湖诸人都是有江湖的规矩。那空子是什么？空子就是对应于溜子，空子不讲规矩，空子就是专门钻空子的那种人啊，就是骗子啊，在江湖中专门骗江湖人的这个骗子就叫空子啊。溜子和空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江湖世界。比如溜子规矩很多了，比如说江湖上杀人，杀人他就有规矩的啊。我来自于江湖嘛，我可以给你讲讲什么样的人可以杀，什么样的人是不能杀的啊。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他带进煤矿，你什么时候不可以。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江湖共产党就是江湖啊，咱们共产党就大江湖。你比如说张高丽睡了彭帅，这在江湖上他就没有乱规矩，是什么私德有损，这不假，但是呢不能因此杀了张高丽。张高丽即使是强暴了彭帅，那也不至于死啊，这就是江湖规矩。但是你可以打他，你可以骂他但是你不能杀他。比如说潘金莲勾搭武二郎，勾搭西门庆，这个在江湖上溜子的世界里边也不能杀。打一顿可以，赔点钱讹你一把可以，仙人跳你可以，不能杀人。为什么？因为他只是男女之事偷情，这个在江湖规矩上是不能算死罪的。但是如果潘金莲勾搭了西门庆，害死了武大郎，这就是死罪。江湖人人得而诛之，即使没有证据，武二郎杀了西门庆，再干掉潘金莲，剜出心来，江湖人等不予追究。为什么？因为他谋杀亲夫，这在江湖规矩上就是死罪啊。勾搭奸夫不是死罪，谋杀亲夫他就是死罪。所以江湖上有很多类似的规矩啊。还有比如说法律上不能杀人的，在江湖上可以杀了他啊。比如说骗了人家一大笔钱，让人家倾家荡产，人家最后自投井而亡，或者悬梁自尽，你在法律上这个骗子是没有死罪的。但是在江湖上按照溜子的规矩是可以干掉他的，替天行道，杀了他也就杀了，江湖中人不会插手，这就叫江湖的溜子的规矩。类似规矩还很多啊，比如说不斩来使啊，比如说不杀降族啊，比如说投降输一半啊，这都是江湖上的溜子规矩。那空子就完全不一样了，空子在江湖上是专门玩溜子的这一类高人，称之为空子。空子在黑白两道是都有的。所以空子和溜子虽然都不是正行，但是呢，空子的这个欺骗呢，那在溜子的世界里边是很少见到的。为什么空子是绝对少数？因为空子们一旦暴露，身败名裂，而且全天下的溜子都会干掉他，这个就是空子的风险。所以空子往往具备极大的伪装性。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大的空子就是国共两党。我说今天不是中共国共两党最大的空子就是我们的恩来同志。恩来同志极其有可能在拿境宇宙里是国共两党历史上以来最大的一个空子。他妈是钻空子来的，他不是溜子。为什么呢？这要从周恩来的崛起聊起。所有的人都知道周恩来1898年生1898年到1918年就是差不多在他20岁之前，这个人呢
他的简历确实很牛逼，但是呢也没有那么牛逼啊。在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他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他几乎是存在于所有的进步青年的人海中。进步青年干什么啊？剧社印报纸他就干什么。他与其他的进步青年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啊。包括他去赴法勤工留学，也是一大帮人去的。但是大家不知道，或者大家一再忽略的就是周恩来从法国勤工留学回来，做旅游支部啊，这个领导人回来之后啊，他虽然是共产国际的这个中国旅游支部的一把，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他在中共这个体系内也排不上他，在国共体系下他更排不上他。哎，大家不会反对吧？也就是说1921年啊，中共成立到1925年，周恩来差不多1924年周恩来回国之前，周恩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这个领导层中，无论是年龄还是履历，还是他的所谓的军事素养啊，都是基本上是白丁的状态啊，就是路人甲的状态。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摆在各位眼前，但是各位就是视而不见。什么谜团？黄埔军校成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蒋中正，这不用讲，蒋中正当黄埔军校校长叫实至名归啊，因为了解孙中山为人，了解孙中山历史的都知道，当时在孙中山身边能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有绝对信任的有军事背景的蒋介石啊，那他是第一人选啊。其实戴季陶是第一人选，周恩来这个一封虚假的介绍信啊，成为国共党史上最大的空子啊，钻了最大的空子。他回来就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旋即成为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是军官学校啊，就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啊，整个国共的将军体系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何能当政治部主任呀？他没有道理呀！你想，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我问你，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之前，他打过枪吗？他打过仗吗？他会步兵操典吗？他不会呀。那跟蒋介石正儿八经大日本皇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那他不是啊，他怎么就到了这个位置？一封重要的介绍信，就是共产国际当年的大佬季米特洛夫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亲笔介绍信，呈于马林和那个共产国际在黄埔军校那个代表手里。哎呀，这些人如获至宝，在一面试，周恩来气宇轩昂。哎，人家做空的人家有自己的基础啊，人家底蕴在那儿，确实是对答如流。哎，而且英语啊、法语都挺好啊，都能说上两句。周恩来英语还不错的，知道吗？周恩来英语不错的。后来斯诺说过嘛，周恩来是会讲几句英语的啊，听力非常好。那么我们就介绍他这封介绍信的蹊跷之处啊。首先，我们第一个话题，孙中山的崛起。孙中山大家知道他是造反专业户啊，就是只要他不是大总统，谁他妈当总统他就通电反谁，所以臭不可闻，就翻车了。翻车了之后呢，他就寓居于广州啊，偶尔去上海出差，反正他也不差钱嘛，因为他在革命的过程中发了大量的币啊。孙中山是有钱的，但是呢，因为名声不太好，所以一直蛰伏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贵人啊，就是他有一个敌人，一个贵人，他敌人叫陈炯明。陈炯明原来是跟他合作的，后来陈炯明想做 USC， 就是 United States of China。陈炯明认为中国应该做联省各省独立，然后联省自治，所以陈炯明呢就打算把广东、广西一带打造成越国啊，中华民国之越国啊，越 state。所以陈炯明在广东搞了方兴未艾的类似于美国的这样的宪政改革。那孙中山能同意吗？孙中山不能同意，孙中山就跟陈炯明打起来了。那一过招就是孙中山个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就被陈炯明给打败了。打败了之后，仓皇逃至上海啊，那广州都待不了了。这个时候呢，李大钊啊，我们的河北老乡李大钊出场了。李大钊那个时候刚刚拿到共产国际给的 VC 啊，手里有大把的银子，大把的钱。但是李大钊呢，名不见经传啊，他是北京的嘛，他北京混，所以呢，他就紧急跑到上海拜会孙中山，希望孙中山能够联合共产党啊，那个搞定中国。那不用说了，孙中山正在陈炯明的剿灭中郁闷呢，所以两个人在上海呢，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两个相濡以沫的人啊，这两个死鱼碰到了一起，
一下子就是引为知己，因为都盼着对方的资源，所以呢一拍即合，决定共同革命，就是联俄联共就开始了。孙中山就通过李大钊与苏联建立了直接联系，孙中山的直接联系通过李大钊建立的。然后马林通过苏联和李大钊的安排，直接跑到广州，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孙中山同时派5人工作小组组长是蒋介石前往苏联拜会苏联领导人就是这个就开始了。所以说我跟你们讲，就是李大钊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民国要干掉他，就是李大钊是苏联正儿八经的大特务。就是如果说苏联当时不是一个国家，那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它是个方兴未艾的一个运动，而且带着武力带着军队的话，李大钊就是他中国的等于是汇集人，绝对是扛把子，李大钊是一把手，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所以呢李大钊一对上，这个就绝对不是空子，李大钊是溜子。所以孙中山呢就派自己的人马顺着李大钊的引荐，跟着马林就回了莫斯科，真的去了莫斯科。这个代表团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也是淹没于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细节。你知道国共两党的真实历史，你必须知道这个代表团。你让他们知道这个代表团的人名之后，你马上就产生了怀疑，就马上出了疑问，我去，这个除了蒋介石，我怎么都不认识呢？问题就在这儿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1923年7月出发，前往莫斯科拜山头。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拿到了李大钊给的经费，觉得我操，这回看抱上新大腿了，我他妈将以联俄联共的身份，我再次搞革命去了。那孙中山年事已高，去起来不方便那去他代表团团长是蒋介石，代表团的团名叫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大家知道蒋介石回忆录、蒋公回忆录，就现在还在那个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呢，写的清清楚楚，就是蒋介石从苏联学了3个月所以蒋介石正儿八经留苏学军事的，回来之后就变成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苏联人没把他当外人，有啥话都跟他交代交底儿。蒋介石一听，我去，这还行，将来没有中国了，你这玩意儿全他妈苏维埃共产共妻，这是邪教所以这3个月也使蒋介石树立了他坚定的反共人生观。之前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未知可否，因为他不了解嘛。蒋介石任团长，沈定一就是陆定一的定一，沈定一、张太雷、邵元冲为团员。沈定一你不知道什么人吗？沈定一呢是一个路人甲，你可以不知道他什么人，他是亲共的他国共代表团里边你可以理解成他是一个共产党的代表，但是呢他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沈定一我们把他是个浙江人蒋介石老乡，我们把他当为路人甲，绍兴人好像是。沈定一他不重要他张太雷就太重要了。张太雷我们学初中历史课本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人。张太雷是可以这么讲，张太雷才是老大，共产党的双花大红棍共产党的双花大红棍就是张太雷，而不是什么鸡巴林彪什么的，周恩来呢都排不上。1923年7月去莫斯科跟契卡跟他们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共产党代表是张太雷，就是他这团里是有共产党的。张太雷是谁派去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派去的。共产党的老大当时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他俩，北李南陈那是泰山北斗。他俩自己不方便跟孙中山，他们俩跟孙中山平辈的，所以孙中山派蒋介石、常凯申去。李大钊和陈独秀，共产党这边派的人叫张太雷。也就是说，我讲到这儿就给你们讲第一个原因，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应该是张太雷副校长，你们说对不对？你这不知道了，所以注定了张太雷跟周恩来就是一生的敌人当然，张太雷很快就死了，1927年就死了。邵元冲邵元冲是谁？邵元冲这个名一定要知道，邵力子的邵，元是元朝的元，冲锋的冲锋队的冲。邵元冲是蒋介石的铁杆马仔。邵元冲去苏联拜会代表团是蒋介石带去的，蒋介石带回来之后就成为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身边的这个等于是个元老。邵元冲怎么死的呢？邵元冲跳窗户死的。大家知道在西安事变的这个过程中，张学良、杨虎城这2个大傻逼被周恩来给忽悠了，就把蒋介石摁在这个西安的叫什么清华池里边去了。那个蒋介石和邵元冲住在一起，他俩屋挨屋卫队这么冲进去之后，大家记得这段历史吗？西安事变这段历史，蒋介石的被窝都是热的。蒋介石这个
窗户虚掩着还在动，就是蒋介石跳窗而跑，藏在假山中被摸出来了。你知道邵元冲干什么？邵元冲跟蒋介石两个人一块跳窗户走，就是蒋介石和邵元冲两个人啪一个大飞马就都跳窗户了，蒋介石顺利的就跑了，邵元冲慢了一步，被追兵看见了，追兵啪啪啪开枪，把邵元冲当场被打为蜂窝。所以蒋介石为什么要杀了他们那个杨虎城的兵打死的邵元冲？他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杨虎城？就是因为为邵元冲报仇。他不是说只打死了蒋介石的卫队，他把邵元冲也给打死了。邵元冲跟蒋介石是这个关系，兄弟们，就是一起去你妈苏联留学的时候，哥俩就在一起。你把他干死了，我他妈干死你，没得说啊！所以这个就是邵元冲的故事。所以邵元冲的人生就到西安事变就戛然而止了。否则的话，你一定会在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不停的看见这个人名，甚至一直到中华民国到台湾，你都会看到邵元冲的影子。但是邵元冲因为跳窗户慢了一步啊，被追兵打成了蜂窝啊，这是下一步。然后这是下一步啊，这时候还没有死。然后他们几个呢就坐着南满铁路的火车前往莫斯科考察，历时3个月。9月5号第一次拜访苏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当时的总司令加米涅夫，你们就知道他的第一就是他这个代表团可真他妈不是打酱油去的。苏联的红军总司令，苏共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就2把手见这个蒋介石他们几个年轻人，蒋介石很年轻那时候。然后代表团正式向苏联红军提出，在蒙古国，就是在外蒙古，那时候还没有外蒙古啊，就是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啊，直接使用苏联的军事装备。9月14号到17号7天，访问了苏联红军144步兵团、苏联红军军官学校和空军。20号到30号访问彼得格勒和喀朗施塔德，参观当地的红海军学校和红军军校。然后10月份拜会托洛斯基啊，刚才我把托洛斯基这个名忘了，那个是斯大林同志的终生敌人托洛斯基。托洛斯基专门负责搞军事、搞谍报的啊，所以他这个托洛斯基那边没被打倒的，所以呢，真的就得到了苏联最高的待遇。11月11日，代表团会见加米涅夫，苏联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答复，取得苏联的官方文件，苏共军事委员会正式通过，苏共中央通过决议，向中国革命者提供建立军事学校的所有装备、武器、人员以及资金。也就是说，黄埔军校的钱、商业计划书胜利的完成了路演，带着钱带着枪就回来了。哎，这就是孙逸仙博士考察代表团。蒋介石大家记住了，邵元冲大家记住了，这是国民党的2个大将，双花大红棍。共产党的大将叫张太雷啊，然后张太雷就该死了。张太雷的桃子就被周恩来从裤裆里抢走了，一个夜里逃桃，我操！张太雷去的，张太雷我还没上车呢，我操！张太雷把黄埔军校开走了，我操！我还没上车呀，怎么就是蒋介石带着周恩来开走了呢？怎么蒋介石是驾驶，周恩来是副驾驶，不应该是我张太雷吗？为什么？就是他们因为这封介绍信啊，这里边就插播一个，刚才我讲戴季陶，如果你了解黄埔革命史，你今天去黄埔军校，无论是广州的校史，还是台湾的那个黄埔军校校史馆，你都会发现戴季陶是如影随形。蒋介石戴季陶蒋介石，功不离婆，秤不离砣。然后戴季陶啊，就是季节的季，陶朱公的陶，陶渊明的陶。戴季陶为什么就退出了呢？因为戴季陶也是一个我们这样的人，戴季陶是资本运作高手，戴季陶是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批基金经理，你没听错。中国的资本市场很远的，根本不是199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在1920年就已经有了，在上海是有万国证券交易所的，那证券交易所也不小，成交额远远超过东京算个小几把，东京什么都不算，那时候香港就压根没有，所以上海远东证券交易中心，戴季陶是一个大老板。戴季陶当时为什么孙中山跑去上海，就是他被陈炯明剿了以后跑去上海
因为戴季陶有一个铁哥们叫蒋介石，蒋介石的老师叫孙中山，蒋介石和戴季陶在上海当时募集资金炒股，很有钱，所以呢，孙中山呢也带着自己的钱，也委托蒋介石和戴季陶去帮自己进行市值管理。这就是三个人在上海沆瀣一气的原因，然后搞到一起去，肯定嘛，他说天天在一起大鱼大肉，在一起玩耍，那然后说我操，现在机会来了，咱们可以，我操，咱们可攀上苏联大腿了，咱们能弄这么漂亮的军校了，那谁去？就是你们俩去吧。戴季陶说我不去，哎呀，路途遥远。因为什么？戴季陶是一个陶朱公式的人，戴季陶很愿意要钱，不愿意打打杀杀的这样的人。戴季陶创了中国历史上国共历史上第一个丑闻。这个记录就是什么呢？戴季陶为什么就比蒋介石看得清楚、看得清醒？蒋介石得了梅毒，因为他天天在那嫖嘛。那戴季陶也是，戴季陶没有得梅毒，但是戴季陶为什么就看透了人生呢？因为戴季陶啊赔了，他把孙中山和蒋介石的钱全他妈给赔光了，包括他融的那些资，哎呦赶上股灾了，就是只能以死谢罪，就是戴季陶跳黄浦江了。戴季陶是真的跳了黄浦江。就是说，中国股市第一个基金经理，著名基金戴季陶可不是非著名基金经理，很有名的。他在1920年上海证券市场的名声，应该比我退休的时候只大不小。他真的跳了黄浦江，自杀了，然后淹这个半死，飘尸，像个浮尸一样飘的时候，就被那个上海黄浦江的那个打鱼的农民看见了。哎呦我操，那怎么飘着个死人？就把他给救上来了，一顿乱救，就把戴季陶从鬼门关里给救回来了。所以戴季陶呢，从此以后呢，就看淡了很多人生。哎，我跟你们讲的都是事实啊，我没有瞎编，就是戴季陶真的是干过这种事儿。所以呢，戴季陶也就看断了江湖，就跟着蒋介石和孙中山退出了股市，认识到股市是个绞肉机，是个骗局，就去了广东啊，投资转投造反事业啊，转投革命事业啊。戴季陶这段插曲讲完了，好玩的事儿了。然后戴季陶呢，就一直半死不活的。啊，就是孙中山说你撅起来，戴季陶也懒得撅。孙中山说你腿放到我肩膀上配合我一下，戴季陶也懒得搭。所以呢，蒋介石和孙中山呢又跟他关系这么好，所以就给戴季陶一直安排一些不是打打杀杀，不是那种有生命危险的职务。所以戴季陶呢，所以很爽啊，戴季陶就一直很爽。然后蒋介石和孙中山呢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啊，戴季陶呢就在这里边打酱油。然后呢，张太雷是不打酱油的。张太雷是还没看透人生。张太雷很想掺和啊，很想掺和。那么怎么就张太雷就被周恩来给抢走了呢？因为张太雷啊性格太冲，张太雷太他妈猛了，搁谁喷谁。因为张太雷很牛逼嘛，啊，他又跟苏联人直接联系，他就觉得自己很牛逼，他就锋芒毕露了。张太雷锋芒毕露了之后呢，他经常跟蒋介石啊，包括汪精卫互喷。所以呢，他们对他的印象都不太好啊，就觉得他进来的话呢，共产党要是进来这么一个主的话呢，可能我们的国共内战呢提前20年就要打起来了啊，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教导团和第二教导团都会打起来，所以大家挺抗拒张太雷。所以张太雷给马林这个托洛斯基这个远东工作组也带来了困扰。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凭空出现了，所以这个人的大运就赶上了。否则的话，你要是张太雷不是这种性格啊，张太雷不是这种喷子性格，那你就是有一封介绍信，可能也只能当副主任啊，那主任可能还是张太雷。哎，那天助你，张太雷是个喷子，所以呢，他又是一个阴柔。我们上集讲了，他是个阴柔的人，因为他是个 gay 嘛，啊，深贵嘛，所以 gay 干净，讲究仪表。跟上海的这些国民党这些大员，你蒋介石人家也是见过钱的人，就一拍即合。好了，我们就接着讲他怎么伪造的这封介绍信，使得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封介绍信可能有问题。你别以为蒋介石或者孙中山看不出来，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点破这件事儿。尤其这里边有个叫张申府的人，张申府一眼就知道这介绍信的真假，但张申府就说这介绍信是真的啊，就是真的。那听我细细道来，苏联契卡找到了孙中山，定下来苏联红军支援国民党在广东搞一个所谓的黄埔军校，然后孙中山就让蒋介石和戴季陶与共产党合作去黄埔建校。蒋介石得到这个位置，校长的位置，有这么几个关键因素。第一，苏联代表团，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是蒋介石自己去的
啊，这个当仁不让。第二，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他懂军事，懂操点。第三，共产党的大佬廖仲恺和国民党的大佬戴季陶都对干这种具体工作不感兴趣。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划水一族，那连苏联考察他们俩都不愿意去，都觉得有风险，所以这种打打杀杀事他俩当仁不让的不干，所以那就自然轮到了蒋介石，这是蒋介石当校长的原因。周恩来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也算是共产党代表团里边的最高职位了啊。这个在这个黄埔军校里的最高职位了啊，就是周恩来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的最高职位。那么在共产党的上层，那么1898年出生的周恩来只有不到25岁，他怎么做到一步登天的呢？这个官方说法是，周恩来旅欧回国的路上，途经苏联，面见了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签署了一封由苏联契卡，就是科格勃起草的推荐信啊。周恩来把推荐信给了共产国际当时在广东黄埔军校的代表，就是鲍罗廷。给鲍罗廷看了之后，鲍罗廷当时如获至宝。那中国共产党又拿共产国际和苏共当亲爹，所以呢，自然而然就推荐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代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批准了鲍罗廷的建议，周恩来顺利上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次年升为主任。26岁，一枪未发过的周恩来同志，授中国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啊，一天战场没上过，一枪没打过，26岁中将军衔。那么拿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推荐，其他共产党高官包括张太雷是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周恩来敢做这样的推荐呢？假推荐信呢？我们为什么说他这个推荐信是假的？他胆大包天呢？那么我们来捋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周恩来从德国回国前，他在德国朝思暮想回国后他的位置怎么能得到中国当年已经成了气候的中共高层的认可？他是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道理的，但是他在中国并没有根基他所有的根基都是在欧洲。那么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都是以苏共为马首是瞻的，而周恩来常年在法国和德国待着，他不会俄语。如果他从苏联镀金的话，他要现学俄语，这也来不及，也很难有机会捷足先登，摘取中国革命的国共合作的果实。那怎么办？周恩来不直接回国，于是绕弯前往苏联，直奔契卡而去。为什么？因为苏联契卡就是克格勃的前身呢，早期就派人深入欧洲各个大城市，发展欧洲的共产革命。其中在欧洲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的契卡特务头子就是周恩来的联络人，因为周恩来确实是共产国际中国旅欧支部的一把手。在左翼的左倾的这些学生共运组织中，苏联契卡在里边埋设了大量的暗桩，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周恩来作为旅欧支部的领导人，周恩来是认识契卡的领导的。这种活动就是周恩来在法国德国的这种活动和契卡的接头，这是非法的因为当时那些欧洲国家都是就是见了这些就会抓起来，直接遣返，甚至放到牢里边去。那么非法的，所以呢，契卡与旅欧支部像周恩来这样的联络人联络，都是以间谍联络的方式进行单线联系的。所以周恩来在契卡的那个单线联系的上线回了莫斯科。周恩来此去绕到莫斯科，而不是直接回国，就是为了找这个人去。这个就是细节那么找到了这个人，如果通过这个人引荐他见到苏共的高层，那他就能拿到合影或者推荐信。那么拿到这些，回国就好说了那么就是尚方宝剑了，这就好办了。所以周恩来迅速跑去苏联见了契卡，他当年的接头领导人。这人在契卡也是个高级官员此人跟契卡书记介绍了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总负责人，希望能够得到苏共相应领导人的接见。经过这一番运作之后呢，没有成功，人家不见他。周恩来并不死心，这个契卡小领导也不死心，两人在莫斯科绞尽脑汁，心生一计，产生了一个胆大包天的计划。
利用当时信息不灵通和单线联系各国之间单线联系非法地下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干脆来他一个瞒天过海。既然见不到基米特洛夫，就干脆做一个基米特洛夫的介绍信算了。基米特洛夫，周恩来在德国见过，因为基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负责人，经常在欧洲活动，所以周恩来是见过他的。所以周恩来是到底是在莫斯科见他，还是在保加利亚见他，在德国柏林见他，并不重要，他真的见过。那么他的介绍信就由这个契卡来写，契卡领导来写。契卡领导手里边又有基米特洛夫签字的文件，所以两个人一拍桌子就做了这么一个瞒天过海的基米特洛夫介绍信，按着契卡办公室存档的基米特洛夫其他文件的手写签名，迅速的给他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哎，这在克格勃来说，做你个签名那太容易了。所以这封介绍信的主要内容当然是周恩来和这个契卡哥们俩人写的了，所以呢，简直是极尽能事的夸赞周恩来。周恩来同志在欧洲期间的活动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在这封介绍信里边淋漓尽致，简直就是他妈基米特洛夫的亲儿子。拿到基米特洛夫亲笔签名介绍信之后，周恩来放入公文报中，进入中国。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有周恩来本人和这个契卡干部俩人知道，谁说出来谁就上断头台，自己的事业前途前功尽弃，所以俩人谁都不说。周恩来到了广州，把这封介绍信从公文包里面拿给鲍罗廷，第一个看到的是鲍罗廷。寒暄之后，鲍罗廷颤颤巍巍接到大领导自己的鲍罗廷，如果是一个处长的话，基米特洛夫是总理啊，共产国际嘛，一把手嘛，所以拿到总理手写的签名的御笔签名介绍信之后，鲍罗廷如获至宝。因为鲍罗廷在广州也急需这样一个加持的皇权工具。为什么？因为鲍罗廷在广州虽然有钱有枪，但是他的合作对象全他们是讲中文的土包子，要不就是蒋介石，要不就是戴季陶、孙中山，不听自己的，只惦着自己的钱银两啊，不给自己女人，怎么办？周恩来带着这个介绍信来了，周恩来又会讲这个英文啊，周恩来会讲英文啊，又了解欧洲，又是共产国际的亲儿子，那他不用他用谁？所以鲍罗廷一直为找不到共产国际背景的高层而苦恼，身边竟是一些假洋鬼子和土包子，他们看中的只是鲍罗廷的钱和军火。那眼前这位谈吐不凡的旅欧领导人，俄文介绍信里写的清清楚楚，组织能力极强，有谋，是闹革命的栋梁之才。所以鲍罗廷当即为周恩来折服。谈论起欧洲形势以及国际共运的状态，周恩来是了如指掌，一定是真的，全都了解。所以但周恩来又表现出了张太雷完全没有的那种尊敬和谦卑。因为张太雷瞧不起鲍罗廷，张太雷觉得你呀算个球，我也能直接见到斯大林同志，我也能直接见到普加乔夫加加林的戈尔巴乔夫同志，所以他摁不住他，因为托洛斯基算啥？我也可以给他打电话，就这么着。所以来了个周恩来，所以鲍罗廷就立刻捡起周恩来，一脚踹掉张太雷。张太雷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张太雷不知道那是假的呀。周恩来因此立马跟鲍罗廷打得火热，鲍罗廷向孙中山推荐黄埔军校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出任。结果这个是人在走运的时候，他就贵人连连，张申府闪亮登场。这个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跳床死的那个邵元冲啊，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张申府。张申府相当重要，弓长张，上海那个简称申啊，府是城府的府啊，这个官府的府，张申府。你们可以百度一下啊，张申府可没死啊，张申府1986年才死。张申府，我今天老王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一个结论，你们扩展阅读时候一定同意，张申府是国共革命过程中 IQ 仅次于叶剑英的人啊，就是他的 IQ 和时间穿越者的迹象也很浓烈，但是没有叶剑英那么浓烈，但是 IQ 绝对够。张申府1914年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跟他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平辈儿的。张申府
然后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理学系。这个里边就涉及到当年火烧赵家楼，鲁迅天天骂的那个哥们儿了，就是嫁成一个女婿的，我给大家上次讲过的啊，那个哥们儿，他跟那哥们儿是铁哥们儿，所以张申府是逻辑大师、数学大师 ，IQ 遥遥领先啊。然后就留校了，1917年留校，在北京大学留校。那你想想，北京大学当年都可以嫖娼的，那工资高得很，所以张申府不差钱儿。张申府后来主动退出国共历史舞台，主动退出，就在大学混，一直在各个高校当教授，一直到解放后，他还在大学混，他没有跟着蒋介石走。张申府为什么啊？因为张申府在1917年到1920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务股股长。你想想，1917年到1920年，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呀？我一说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吧？毛委员呀！张申府是毛委员的顶头上司，张申府相当照顾毛委员，张申府没有欺负毛泽东，明白吗？当时欺负毛泽东是那个哥们儿嘛，所以那个哥们儿跟着胡适跑了嘛，跑到那个台湾了嘛。所以张申府他妈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给老毛发工资的，你说他牛逼不牛逼？服不服？你们没想到吧？中国共产党内部居然还有这么个大佬在做扫地僧，谁也看不出来。张申府每天加个公文包，骑着个自行车每天上下班。解放后一直到1986年，结果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老板，